今天我们要谈论一款近期在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上震撼亮相的新武器。这款武器的出现，宣告台美联手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再也不遮遮掩掩。台湾与美国第一次公开合作研制的低成本自主巡弋飞弹，外号梭鱼500。为什么它如此引人注目？因为它号称每枚造价仅约新台币650万元，却能进行掠海飞行的编队群攻，对解放军造成致命威胁。今天就让我们深入聊聊这枚神秘的梭鱼飞弹，以及它可能为台海局势带来的巨大变化。9月中旬的台北航太展上，一枚涂着台湾与美国国旗图样的飞弹模型静静伫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正是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与美国新创军工企业 Anduril 合作研发的低成本自主巡弋飞弹。它首次公开亮相，就象征着台美军事合作不演了，拼从幕后走向台面，大方展示双方联手的成果。中科院院长李世强中将甚至亲自说明了这项武器，强调这是史上第一次中科院与美方共同生产飞弹，未来类似的合作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从过去低调合作技转技术，到如今武器上直接印上双方徽标，这一幕在国防展上无疑具有历史性意义。更令人振奋的是，美方不仅提供技术，还允许在台湾本地生产。李世强透露，未来18个月内，也就是2027年之前，将把整条供应链都建立在台湾岛内。也就是说，这款飞弹所需的零组件与制造都要在台湾本土完成，以确保一旦发生战争或封锁，台湾也有能力自主大量生产，不会受制于人。这种在地生产的安排，显示美国对台湾技术和产业能力的信任，以及双方都预见到未来需要快速增产此类武器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出的不仅仅是飞弹本身，还包括许多 Anduril 公司的尖端系统、水下的自主无人潜航器、空中的幽灵、X 型无人机、智能水雷系统等等。透过 Anduril 的 Lattice AI 开放式直管平台，这些陆海空无人载具可以互相连接，协同作战。其中的焦点正是梭鱼500飞弹在内的无人武器蜂群概念。台美双方正在打造一个能够整合陆海空多维度的智慧打击网络低成本巡弋飞弹，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节点。但它的出现说明台湾的国防战略正在向自动化、蜂群化的方向大步迈进。到底什么是梭鱼500？乍看这名字仿佛一条在海中高速掠过的小鱼，但别被它不起眼的称号骗了。梭鱼500实际上是一款自主式巡弋飞弹，也可以被归类为游荡弹药或自杀无人机的一种。通俗地说，它兼具传统巡弋飞弹和无人攻击机的特性，能够自行飞行寻找目标，长时间在空中巡弋待命，锁定目标后如同自杀无人机般直接撞击摧毁。中科院解释，过去外界有媒体报道称这是某种无人机，但从武器分类上讲，把梭鱼视作低成本巡弋飞弹更贴切。换言之，它不是重复使用的无人载具，而是一次性攻击用的消耗型武器。每发飞弹执行任务后，即与目标同归于尽。梭鱼500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低成本。李世强院长在记者会上直言不讳，目标是把每一枚飞弹单价压在新台币650万元以内。他甚至强调，若超过这个价格，我们的研发任务就算失败。650万是什么概念？差不多只是一台进口超跑的价格，换算美元大约20万出头。要知道，一枚传统反舰巡弋飞弹，例如美制战斧巡弋导弹或我国的雄风系列，往往造价数千万甚至上亿元新台币。而梭鱼飞弹竟然力求将成本降低到传统飞弹的1/10甚至1/20，这意味着台湾军方未来用同样预算能够购买部署数量多出10倍以上的飞弹。想象一下，解放军的一艘驱逐舰造价动辄人民币数十亿元，折合新台币上百亿，却可能被几枚加起来不到几千万台币的梭鱼飞弹给重创甚至击沉。这种成本交换比是十分惊人的。对台湾而言，以小博大的不对称作战优势就体现在这里。那么梭鱼500为何能做到如此低的单价？这背后是高度模组化与易制造的设计理念。据公开资料，
梭鱼飞弹的零件结构经过精心设计，可以用一般的机具设备在很少的工序下快速组装完成。它使用商用规格的组件，尽量简化生产难度，不需要昂贵稀有的材料或复杂的制造流程。飞弹的外形采用了紧凑逆踪的设计，例如机翼可以折叠收纳，以便在发射载具中储存更多枚数，也减少飞行时的阻力和雷达截面积。整体而言，梭鱼就像现代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讲究大量生产效率。以往制造飞弹好比定制手工艺品，讲究精密高性能，但费时费钱。而梭鱼更像消费电子产品，讲究模组化批量生产，用较低性能换取数量优势。正因为这种理念，台湾方面才有信心把成本压到前所未见的低价。一位展馆人员透露，梭鱼的机体采用伪装逆踪外观，有高度智慧且灵活的任务系统。为了满足大规模量产需求，他舍弃了一些传统飞弹复杂昂贵的设计，转而在生产便利与规模经济上做文章，务求做到多快好省。值得注意的是，低成本并不代表低效能。梭鱼500虽然便宜，但功能一点不简单。中科院在展示中标明，这款飞弹专门用于对舰船等目标进行任务杀伤或群体攻击干扰，具备区域制海能力。也就是说，它不只是单打独斗的武器，而是可以一群一起上，瘫痪敌方整片海域的利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天上的狼群，单只小狼或许咬不死一头猛兽，但十几只狼一起扑上去就截然不同了。梭鱼飞弹也是类似道理，一枚威力有限，但如果同时齐射数十枚，它们彼此协同，就能对大型舰艇造成任务杀伤。不一定要当场炸沉，只要打到让它丧失战斗力，趴窝回港维修，就等于在战场上杀死了这艘船。低成本巡弋飞弹既然以对付敌方舰艇为主要任务，那它是如何突破对方层层防御，成功命中目标的呢？答案在于它掠海低飞的隐匿航线，以及群体智能的进攻战术。掠海飞行是反舰飞弹经典的飞行模式。想象一枚飞弹贴着海面仅仅数公尺高度飞行，海浪几乎要舔到弹体。由于地球曲率和海面杂波的影响，雷达对这种低空目标的探测距离会大幅缩短。敌舰的雷达或许要等飞弹飞到只有20-30公里甚至更近时，才能在海天线上突然发现它的存在。等发现时，留给防空系统的反应时间已经极其有限。如果飞弹本身还做了雷达逆踪设计，例如采用平滑外形、复合材料来降低雷达反射讯号，那更可能在雷达上只呈现一个小点，不易辨识。一旦多枚这样的飞弹同时从不同方向扑向舰艇，防空系统将陷入手忙脚乱的饱和攻击状态。拦截一枚，还有更多枚蜂拥而至，稍有疏漏就可能被钻空子击中。而梭鱼飞弹更胜以往反舰飞弹之处，在于它具备网络化的群攻智能。中科院提供的资讯显示，梭鱼属于智慧型巡弋飞弹，弹群之间可以互相通联，交换目标资讯，编队协同作战。也就是说，当多枚梭鱼一起发射后，它们并非各自为政，各打各的，而是透过资料链形成一个网状通信网路，彼此分享侦测到的目标和飞行状态。想象其中一枚飞弹飞在稍高处充当侦察兵，它发现了敌舰的位置，立刻把坐标传给其他紧贴海面的同伴。又或者某枚飞弹先一步遭到拦截毁伤，临坠毁前仍把敌舰最后位置干扰情况通报给后面的伙伴们。透过这种分工合作，整群飞弹就像拥有共享的大脑，能自我调整战术，谁从左翼绕攻，谁从正面突击，谁提前引爆干扰敌方防空，让对手防不胜防。这种网格化的飞弹蜂群背后离不开强大的自主导航与 AI 决策能力。Anduril 公司本就是以人工智慧技术见长的新锐军火商，他们开发的无人系统善于让机器自主执行复杂任务。梭鱼飞弹搭载的 AI 导航系统，等于把过去需要在指挥所或载具上由人脑完成的协调工作，下放给弹体上的电脑自行完成。人类只需在发射前给定大致的任务参数，例如搜寻并攻击某海域内的敌舰，剩下路线规划、搜寻方式甚至攻击次序都可由飞弹群自己决定。每枚飞弹都变成作战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相互之间地位平等并及时分享信息。
这种弹与弹对话的模式，使传统上单向僵化的飞弹攻击变得灵活多变，充满智慧。具体来说，梭鱼飞弹发射后可能先沿预定航路飞进目标海域，如果敌方舰队开启雷达或通讯，飞弹的感测器会捕捉到蛛丝马迹，其中一枚扮演指挥角色的飞弹或许会稍微爬高，以更广阔的视野锁定目标，并确认各舰位置。同时，其他飞弹维持低空逆踪。当锁定完成后，飞弹群会根据预设的攻击演算法，分配哪几枚，攻击哪个目标，从什么方位接近。由于有通联机制，甚至可能实现排队攻击，先投几枚引爆战斗部或释放电子干扰，引诱敌方防空火力开火拦截。紧接着，后续飞弹乘虚而入，攻击防空空档中的舰艇要害部位。一轮下来，敌舰即便没被击沉，雷达天线、电子设备也可能被炸得瘫痪，丧失战斗力。这种以小虾米绑在一条线上集体对抗大鲸鱼的战术，正是梭鱼飞弹名字的由来。梭鱼这种海鱼喜欢成群出没，机敏狠辣，专找比自己大的猎物下口，靠团队合作将猎物啃食殆尽。值得强调的是，梭鱼飞弹除了直接杀伤，还强调干扰作用。中科院在介绍中提到干扰、区域制海这样的字眼，意味着梭鱼飞弹的任务不仅仅是击沉敌舰，有时候让敌舰无法正常作战也是胜利。例如，在关键时刻向敌方2栖登陆舰队齐射一波梭鱼，不一定每艘船都会中弹，但满天低空飞来的飞弹会迫使敌舰疲于防御，停止前进，登陆计划被打乱。另外，有消息指出，梭鱼系统的模组化设计让它有可能携带不同载荷，例如其中一部分飞弹可载较强的干扰弹头或诱饵，在攻击波中专门负责迷惑干扰敌舰的雷达与防空系统，为其他载高爆战斗部的同伴开路。如果真是如此，那梭鱼编队就好比古代围猎时，有的猎犬驱赶搅乱猎物，有的猛犬则瞄准时机扑上咬杀，分工协作下猎物难有生还可能。梭鱼500的出现对台海两岸的军事平衡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体现了台湾以小制大、以多制寡的不对称作战思维，也引领着区域内军备发展的新潮流。一直以来，台湾面对解放军庞大的军力，在传统武器的数量上难以匹敌，因此国防战略强调不对称战力，希望用巧妙、成本低廉的方式，让解放军即便人多舰众，也无法轻易取胜。过去几十年，台湾投入大量资源研发了雄风系列反舰飞弹、天弓系列防空飞弹等精良武器。然而这些武器性能再好，单价高昂，产量有限，始终是硬伤。以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为例，它号称航母杀手，但每枚造价数亿元台币，平时生产一枚就得花不少时间金钱，战时库存打光后能否快速补得上很成问题。而且敌人也会针对这些少数几枚的高价飞弹集中防御，一旦拦截掉，我方就失去杀手锏。这就好比我们有几把名贵的宝剑，但敌人有厚重盾牌专门对付宝剑，最后宝剑敲缺了刃，盾牌却只是裂了纹。如今梭鱼飞弹带来了一种全新思路，用大量的廉价武器去撕裂敌人的盾牌。当我们不再寄望几发飞弹定胜负，而是准备了成百上千发平价飞弹，源源不绝地砸过去，敌人的拦截系统就有可能被压垮。在电子资讯领域有句名言 Quantity has a quality all its own， 数量本身即是一种质变，大量的平凡事物积聚起来也能产生非凡的效果。梭鱼正是将这理念落实到军事上的典范。一艘先进驱逐舰或许可以拦截10来枚反舰飞弹，但它能拦截100枚吗？它上面的防空飞弹数量有限，雷达同时跟踪目标能力有限，火炮射速有限，而攻过来的飞弹却像潮水般一波接一波。一旦敌舰的防空武器因弹药耗尽或故障漏机，哪怕只1枚梭鱼命中，它就可能失去战斗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梭鱼飞弹等于为台湾提供了一种田忌赛马式的胜算，不用在单挑上胜过解放军的歼击机、驱逐舰，我们只要让他们疲于奔命，防不胜防，战局天平就会向我方倾斜。更妙的是，
梭鱼的部署非常灵活隐蔽。根据中科院公布的画面，梭鱼采用16联装发射模组，可以安装在一辆4轮卡车的货柜箱内。也就是说，一辆看似平平无奇的中型卡车，里面可能藏着16枚杀气腾腾的巡弋飞弹。平时这些发射车可以伪装在机场旁、港口边，甚至山区公路上。必要时，车厢顶盖打开，16枚飞弹齐射而出，短短几分钟内就能把远方海上的目标拦腰斩断。发射完毕后，车辆立刻转移阵地，再装填下一波弹药。这种机动发射的模式让敌军难以预先定位，摧毁我方飞弹阵地。相比之下，大陆的反舰飞弹虽然射程远，威力大，但大多从岸基固定发射架或大型舰艇上发射，位置明显，移动困难，很容易成为被打击的靶子。梭鱼发射车遍地开花，使敌人几乎无法斩草除根，每辆车背后都潜伏着让他们胆颤的新一波攻击。不仅如此，低成本巡弋飞弹的概念也方便快速扩产备战。台湾的国防工业过去受限于政治和产业规模，在某些高阶武器上无法大量生产，例如精密的喷射发动机、惯性导航系统等，需要长时间技术累积才能造出可靠产品。但梭鱼透过美方技术转移，把关键技术拿到台湾来，并简化了系统复杂度。未来一旦两岸局势紧张，台湾国防工业可以在短时间内赶工生产大批梭鱼飞弹来充实库存。想象2028年前后，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每年能产出上万具各型无人机和巡弋飞弹，那将形成一张厚实的武力天网。就算解放军有再多舰艇、再多登陆艇，只要进入这片网，就得面临被乱箭穿心的下场。当然，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梭鱼飞弹的局限。由于成本低，它的单枚威力和性能必然比不上昂贵的高阶飞弹，它的射程可能较有限，推测可能数百公里以内，速度大概率是亚音速，不像雄风3那样超音速。战斗部装药量也许只有几十公斤级，对大型军舰未必一击就能制沉。这意味着在真正毁伤敌主力舰方面，梭鱼需要以数取胜，多枚命中关键部位才能彻底击倒巨舰。此外，梭鱼毕竟还在研发测试阶段，目前算是科研产品，而非成熟制式装备。美国空军正对梭鱼500进行各项测试，我国也要花时间建立供应链，克服技术难题。短期内，它无法马上取代现役的反舰武器，而是作为战力乘数来补强我方防御。真正打起仗来，最佳方案是高低搭配，昂贵但强大的雄风飞弹负责斩首，攻击敌方最关键最坚固的指挥舰、航母；便宜但数量众多的梭鱼负责拦腰，疯狂围攻敌人的两栖船团，驱护舰群，把整个进攻阵型打乱拖垮。梭鱼飞弹不仅引发台湾内部军事能量的提升，也在整个亚太地区产生了连锁反应。消息指出，日本、南韩等国对 Angelo 的梭鱼系统也表现出浓厚兴趣，争相想与该公司合作改良这款飞弹，用于自身的国防计划。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面对共通的地区安全威胁，例如某些大国的海上扩张，美日韩台都在寻求物美价廉的军事解决方案。日本近年来也强调要发展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蜂群，南韩则不甘人后，加速推进无人作战技术。然而相较之下，台湾这次因紧迫的生存压力而捷足先登，率先透过美方技术把梭鱼导入国防。可以说，台湾成了梭鱼飞弹的亚洲首发站，未来的量产经验、战术运用可能会成为邻国借鉴。从另一角度看，这也反映出美国对台湾的特殊支持，同样想合作梭鱼。日本、南韩尚在谈判，而台湾已经把实物摆上展台，并签下供应链建制合约。这背后有美方战略布局的考量，加强第一岛链国家的防御刺猬能力，共享新型武器技术，让潜在对手投鼠忌器。不过，梭鱼飞弹的曝光势必引起对岸的高度关注与不安。解放军一向拥有数量优势，但这套优势在对手也有数量的情况下就不再绝对。可以想见，他们未来会研发针对性的对抗手段，例如更先进的近防武器，专门用来对付小型无人机与巡弋弹药的雷射或高功率微波系统等。目前就有公开资讯称，
大陆已在测试用蜂群无人机拦截来袭导弹，或用新概念防空武器同时消灭多个目标的能力。梭鱼飞弹在战时能取得多大战果，很大程度也取决于我方能否不断改良战术，并将敌方反制手段纳入考量。例如，若对岸采取饱和攻击、换饱和攻击，以大量远程火力试图先消灭我方发射车和存放飞弹的基地，我们就需要更缜密的疏散与隐蔽措施，以及坚韧的后勤补给网络。梭鱼给我方带来优势，但并非万灵丹，双方军备此消彼长的动态竞争仍将继续。总体而言，梭鱼500低成本巡弋飞弹的现身，标志着台湾国防思维的一次重大创新，也象征着台美安全合作进入新纪元。从前美国卖我们武器，如今开始联合生产武器，这不仅加速了新技术进入台湾，也让台湾更深度地绑入了美国及盟友的军工体系。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台湾需要的正是这种又快又多又好的防御装备。回想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时，面对解放军试射导弹，我方几乎束手无策，战略上只能寄望国际斡旋。如今将近30年过去，我们已经能自主研发多种导弹反制，同时得到盟友更直接的技术援助。梭鱼飞弹或许只是个开端，预示未来还会有更多台美联合作品问世，例如水下自主水雷、无人潜航载具等也都在推进中。台湾正逐渐编织一张属于自己的全民防卫之网，从空中的无人机、海上的无人艇到陆上的机动飞弹车，处处埋伏着让入侵者胆寒的杀机。当我们展望未来，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某一天，解放军舰队逼近台海，气势汹汹，然而四面八方突然窜起无数低飞的小型飞弹，如蜂群般扑向钢铁巨舰。指挥舰的雷达荧幕上警报狂响，但几秒后荧幕便雪花一片，雷达天线已被炸断。甲板上的官兵抬头，只见10几道火光从海平面蹿起，在巨响中撕裂船体。这不是电影特效，而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真实一幕。而实现这一切的，正是那些单价区区数百万台币的小家伙。低成本巡弋飞弹给了台湾以弱制强的新利器，也许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残酷本质，但至少能让任何侵略者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千万别小看一群梭鱼的力量，他们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台湾和美国携手打造的这张杀手锏，已经悄然改写着台海博弈的规则。未来，我们将持续关注这款武器的后续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梭鱼低成本飞弹的出现，让我们离以和平方式下阻战争的目标又近了一步。一旦战争阴影逼来，台湾早已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而将化身为满身利齿的梭鱼群，用锐不可当的气势告诉世界，弱小的岛屿也有强悍的力量。